木桥对现在的爱宝来说些许有些窄了，好在爷爷给独木桥安装到了下面。如果此时独木桥在小树上，爱宝就没有中间掉头的体验感了。而此时瑞宝、辉宝和爱宝便产生了鲜明对比。他们现在还没有独木桥粗，谁能想到刚出生只有小老鼠大小的熊猫能长到后来的几百斤？一会儿将爷爷见瑞宝和辉宝玩得可爱，便来到园区拿出手机为其进行拍摄。虽然爷爷每天都和瑞宝、辉宝待在一起，但对于爷爷来说，瑞宝和辉宝现在每一个新行为和表现，爷爷也都和姨姨们一样，对其都有着同等的吸引力。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和辉宝每一个动作，绝不让自己的画面里漏下他们的一个细节。直到一会儿将爷爷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才回去。将爷爷表示刚才自己该充满电再出来的。中午瑞宝和辉宝的下班时间到了，爱宝领着姐妹俩往家走。而此时在室外园区玩耍的福宝也该收拾回室内了。昨天的雪覆盖了福宝的整个园区，从外面看上去，福宝像是生活在雪原上一样。而隔壁的乐宝正坐在下满雪的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乐宝，乐宝都是一种正在享受熊生的姿态。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态。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，福宝正趴在树杈中睡觉，而隔壁的乐宝也正在睡梦中。此时是专属于父女俩的睡觉时间。今天下班，辉宝又不给面了，吃了宋3岁的小苹果，还不配合宋3岁，甚至故意爬到高的地方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但宋3岁也成长了，眼看辉宝不听话，转头就走了，跟辉宝玩上冷暴力了。今天下班点到了时，依旧是只有瑞宝自己醒着。瑞宝爬上小木桩站起身，试图叫醒正在睡觉的辉宝，这是因为宋3岁跟瑞宝谈了报酬。此时的宋3岁眼看园区只有瑞宝醒着，便给瑞宝喊了过来。宋3岁以1块小苹果为报酬，让瑞宝喊辉宝下来。瑞宝从小就讲诚信，吃完小苹果后就回去叫辉宝了。只不过自己能力有限，瑞宝发现自己根本叫不动，宋3岁便让瑞宝先自己回家。不过这是爱宝醒了，宋3岁眼看爱宝醒了，立马送上小苹果，防止爱宝一会儿再重新睡过去，用小苹果给爱宝提神。爱宝看到小苹果后没有犹豫，立马转头过来给小苹果吃掉。爱宝吃完小苹果，看了看通道门，爱宝这时知道宋3岁为什么送小苹果了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回家。爱宝从不白吃人东西。爱宝消化完小苹果后，便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回了家。这时便只剩辉宝了。宋3岁带着诚意来到园区，一手的小零食。宋3岁先是给树上的竹子扯了下来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接着站上去喂给了辉宝1块小苹果。本想趁辉宝还没反应过来就给辉宝推下去，哪知辉宝反应的这么快，一下打破了宋3岁的计划。辉宝站在最高的树杈上，让宋3岁够不着自己。宋3岁这趟白出来了，甚至还赔了好几块小苹果。而对于辉宝的下班，这下只能看辉宝自己的心情了。辉宝在圣西姨母面前总是这般目标明确。辉宝知道姨母口袋里有小零食，站起身就伸手往姨母口袋抓。辉宝可爱的小腿都内八了。一会儿姨母走后，辉宝倒挂在了小亭子上。瑞宝在辉宝身后看到辉宝想下去，走上前助了辉宝一臂之力。辉宝一头栽下去，摔了一个四脚朝天。一会儿辉宝又看到妈妈要去室外，立马跟了过去，但中途又被南川宝吸引了。辉宝给了南川宝一个拥抱，给南川宝压在身下，但辉宝忽略了南川宝的感受。此时通道门并没开，爱宝回来刚好撞见了这一幕。爱宝向来比较维护自己园区的一花一草，爱宝让辉宝起来，不要压坏南川宝姐姐，但辉宝不愿意，还躺在南川宝身上撒泼打滚，跟妈妈耍赖皮。最后爱宝只能强行推开辉宝，被推开的辉宝还怪妈妈多管闲事儿，不断反抗着妈妈。辉宝蹦跳着来到了小滑梯旁，这时辉宝又遇到了一片落叶，什么东西捡起来都往嘴里塞。辉宝拿着落叶品尝了起来，等解决完落叶，辉宝又钻到了草丛里。这时瑞宝过来找辉宝玩，姐妹俩凑在滑梯上，辉宝将瑞宝压在身下，给瑞宝从小滑梯上推了下去。到了刚才瑞宝将自己推下小亭子之仇，给瑞宝推下去后，辉宝又快步爬回小滑梯，跑去了小树上。瑞宝紧跟其后追到小滑梯上，给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，然后给辉宝又推下了小滑梯。姐妹俩打打闹闹，谁也占不到便宜。宽让姨姨们体验了一下小苹果视角，瑞宝是怎么一点一点吃到小苹果的。瑞宝看到小苹果后就开始不停地舔舌头了。看瑞宝这贪吃的小苹果和倔强的身体，一个想吃，但另外一个又不想下去。瑞宝的大脑里此时身体和
和舌头正在打架，最后舌头赢了。瑞宝没抵挡住小苹果的美味，从滑梯上滑了下来。瑞宝紧盯着小苹果，跟永宽继续拉扯。就在永宽走神时，瑞宝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小苹果吃到了嘴里。瑞宝又赢了，送3岁。永宽一转头看到了正在竹子堆里打滚的乐宝，沉浸式玩雪的快乐，乐宝最懂了，一整个4脚朝天，给脑门上蹭的全是雪。瑞宝在小苹果的诱惑下，成功被换了回来。姐妹俩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吃盆盆奶。辉宝这里看姐姐的盆盆奶吃的不干净，又凑上去帮姐姐处理了一下剩饭剩菜。辉宝疯狂长肉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永宽给姨姨们当完小苹果，第2天又给姨姨们当上胡萝卜了。不过这次是辉宝，辉宝面对胡萝卜明显提不起兴趣。胡萝卜和小苹果是有区别的，小苹果绝对忍不住是要吃的，但胡萝卜可以忍住不吃。看辉宝不想回家，永宽直接破罐破摔了，跑去园区外面发疯去了，玩耍着竹子上的雪。看到圣西姨母路过，又给圣西姨母拉了过来，让圣西姨母跟自己一起发疯。所有的宝家成员在发疯的宋3岁面前就像是个新丁蛋。一会儿折腾完宝家，永宽又去霍霍隔壁蝴蝶馆里的蝴蝶去了。辉宝昨天因为雪霸占了自己的小亮台，选择了退让。今天辉宝再出来时发现这雪还没走，辉宝索性直接睡在了雪上。大熊猫睡在雪上就像是人类睡在棉花上一样，满满的包裹感。而昨天因为时间原因，乐宝园区没有来得及造雪，今天爷爷们就给乐宝的园区也安排上了。爷爷们是打算让宝家这个冬天充分享受4季分明的体验。而此时永宽龟缩在通道门口，笑得很是甜蜜，看得出永宽也想要融入进去。今天瑞宝出门后就和妈妈一直在雪地里干饭，而辉宝这里出门就直接上树上睡觉去。辉宝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不会耽误了自己睡觉。瑞宝这里吃饱后开始在园区找事儿干。昨天永宽给爱宝堆的福宝的雪人今天还没有融化，瑞宝走上前抱了抱福宝姐姐。姐妹俩虽然是亲姐妹，但从出生后彼此都没有真正意义上见过。而乐宝这里园区所有的草地都被覆盖了，只剩下了这还未出长成的南川宝。爷爷们看到乐宝给其当成了巧克力棒，一根一根变少的样子，后悔没给南川宝这里的雪覆盖的厚一些。跟福宝姐姐打完招呼的瑞宝一个翻滚又钻进了妈妈的竹子堆里。此时的园区满是温馨与治愈，而永宽这里就这样偷偷在门口蹲着，用手机记录着这一画面。瑞宝看到永宽有点孤单，主动走到永宽身边，打算去陪陪永宽。谁知瑞宝刚过来，永宽就给门关上了。永宽格局小了，辜负了瑞宝这赤诚的内心。不过永宽回去后，很快就给通道门打开了。瑞宝率先走了回去，打算去自己空调房里睡觉去了。爱宝这里有自己的想法，爱宝要把这些竹子吃干净再回去。而在永宽的不断呼唤下，辉宝这时也醒了，这趴在雪上睡觉，还是没有在室内的空调房里睡觉舒服。辉宝丝滑的从小树上滑了下来，下来后的辉宝感觉到肚子有点饿了，先是吃了点竹子才往回走的。而永宽就在门口一直等着。永宽害怕辉宝吃2口，转头又爬回小亭子。不过辉宝这次并没有，而是吃了几口后就乖乖往家走了。